当我们在进行网络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保护个人信息。为什么保护个人信息如此重要呢？因为在这个时代，开合滥行易如反掌，即便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非常容易根据你的头像、账号以及网络行为中不经意留下的蛛丝马迹，而精准定位到现实中的你。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让人恐惧呢？像对待监控那样，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就行了吗？非也。开合的杀伤力究竟在哪儿呢？在于骚扰电话、短信轰炸、电信诈骗的无休止滋扰，在于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被人蹲守，垃圾与油漆泼上门，死亡威胁寄到手中，在于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乃至任何一个与你有过一丝交集的人，都有可能在顷刻间收到有关于你的谣言和恶意P图，并随之成为下一波被骚扰与威胁的对象。通过这种对你生活场域进行无差别的覆盖式打击，来系统性的摧毁你所有的社会关系、社会成就，完成这场针对于你的现代追杀。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之所以被认为存在于社会，正是基于与他人的交往互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旦这些互动被强制终止，对应的社会关系也随之瓦解。当个体的社会关系归于零，那么对于社会而言，它便不再存在。在现实中，我们依据喜好、性格与利益诉求等，有选择性的建立、维护或终止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双向且相对稳定的过程。但在网络空间，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破裂往往是一对众的、短暂、猛烈，且不由你所主导。我们从最基础的社会关系亲缘做切入，来具象化地解释其存续的重要性。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亲缘是人最先接触到的社会关系。在近些年热议的原生家庭话题当中，父母角色将子女角色视为自己所拥有的物品，而非平等的、有独立诉求的、需要维护的社会关系对象。于是，在原生家庭叙事下的子女角色未能在基础的社会单元中建立社会交往的底层逻辑和习得有效的社会交往能力，这就导致他们在进入更广泛的社会单元时，面临更高的难度与更深的痛苦。有的人甚至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其影响。一段社会关系的残缺尚且令人痛苦至此，那么当网络暴力与开合强行将一个人所有的社会关系在同一时刻以恶毒的招式拦腰斩断时，这已经不再是痛苦了，这是一场字面意义上的社会性处决。在现实中，我们基于对自身安全的在意、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对法律与规则的敬畏而形成了社会行为的自我约束机制。你打了别人一巴掌，你能感受到对应的反作用力；你捅了别人一刀，你会看到鲜血，听见哀嚎。你明确的知道伤害了对方，也明确的知道自己将面临法律的制裁或对等的报复。你遇见街头斗殴，你的本能会让你先远离，然后再权衡是否报警或拉架。因为你清楚，介入他人社会关系的因果或许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会被误伤，可能会被记恨，而你还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成就，你有家庭，有工作，你需要先考虑自己。这套基于肉身感知和现实后果的约束机制，使得我们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时，不得不审慎对待。然而，在网络空间，这一切都失效了。网络空间的行为主体是虚拟的账号，由肉身作为承受对象的约束机制便不再适用。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关系的建立和断裂是一个账号同时交互成百上千、成千上万、10万级、100万级、1000万级的账号，这极致压缩了正常社会关系建立所需要的相互了解的时间与深度。账号间从完全陌生到完全熟悉的推动，仅依靠些许的博文、视频，所需要的时间最少不过几秒钟。这种浅薄但快速的量级碾压式社会关系，无论是造神还是弑神，都具备摧枯拉朽的力量。我们已经在无数悲剧中见证过这一切。
2022年7月，即将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被保研至华东师范大学的林华，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与相依为命但病重在床的爷爷分享这份喜悦。而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却迅速化身为他的赛博催命符。下流的评论、恶意的贬低蜂拥而至，流量为王的营销号两眼闪着金光，闻风而动。罔顾事实，断章取义，一场针对于他的正义狂欢随即开始，并迅速演变为一场由亿万量级的账号对单一个体发起的强制性社会关系破碎进程。海量的负面情绪、谣言与审判通过评论、私信、转发不由分说地灌入到他的网络社交圈，并企图撬动他的现实关系网。这场单方面的暴力的社会关系输出，最终摧毁了他的社交媒体，也摧毁了他的求生意志。2023年2月，林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年4月，2年遭受16次家暴区终身挂粪袋的受害者小谢，经历了最后一次达故意杀人程度的暴力伤害，全身多处重伤。经过漫长的斗争，2024年12月，案件一审宣判，但罪犯贺中阳当庭表示不服，于是案件拉锯仍在持续。为了支付巨额医疗费、抚养女儿并偿还债务，2025年1月，小谢开始直播卖货，正义的审判便再次来临。小谢的身份证、户口本等隐私信息被人恶意发布在网络群组和社交媒体，并进行侮辱性的评价，甚至借此为罪犯贺中阳赛博平冤。无数的匿名账号开始向小谢与小谢所有的社会关系节点发起了又一轮单方面的旨在彻底斩断其社会连结的负面情绪输出。当判官们发现小谢完美受害者的身份是这场审判达不到预期的爽感时，便立刻将矛头对准了他3岁的女儿，迅速在网络大肆传播其照片，让年幼的孩子走在街上总被人认出并询问其父母的事件。这种行为究其本质是网络施暴者妄图通过污染摧毁孩子纯洁的社会关系开端，来达成对母亲进一步的社会性处决，企图以此彻底击垮小谢的心理防线。其心之恶可见一斑，而这样的案例又何其之多。2025年3月，百度高管之女为追星而开盒孕妇的事件，让开盒一词进入大众的视野，人们这才惊觉，原来在网络空间的大小角落里，此类行径早已是常态。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和看待开盒的呢？在现实中，不会有人走在大街上突然转过头来对你说：“你昨天晚上去嫖娼了吧？你这样的得找人上你了吧？眼袋黢黑，肩膀内扣，走路姿势还怪异，被娃的趁虚了吧？”也不会突然出现几十个人在你的工位上扯着横幅，浩浩荡荡且同声同气的大喊：“就是这个男人在商 K 出台，男的，有头发，2个眼睛，1个鼻子，还在喘气，就是他。”当然，更不会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几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但个个声称是你的叔叔伯伯、舅舅、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甚至是商 K 客户。每个人都一脸高深莫测的拿着大喇叭吼：“就是他，我是他的谁谁谁，喊那会儿就那样了，圈子里大家都知道。”但网暴、开盒，至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就是如此的荒诞。仿佛在一刹那间，你的世界就变成了如 AI 生成的噩梦一般，所有的地方都变得尤其的诡异，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奇形怪状的生物，说些不像话的话，做些不像是的事。而最令人绝望的是，除非你选择消亡，否则这场混乱看起来不休不止。这就是网暴与开盒的本质，数字时代的暴力私刑。人类历史曾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私利复仇、侠客文化也曾大行其道，直到我们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与法治秩序，将暴力垄断收归公共，才换来了社会的总体平稳。然而，在横空出世的网络空间，一种依托高科技的新无政府状态正在野蛮生长，文明与科技在此刻脱钩。在这个空间里，平台资本、国家力量、黑客组织、网民群体等多方权威博弈，国家法律、平台规则、社区习俗相互碰撞，人的数字社会身份脆弱而分裂，由不同的平台账号和人群归属来定义。
因此，对一个人身份的界定权就成为了一种网络空间内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谁能定义你，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你的行为，剥夺你的尊严，甚至消灭你的社会存在。网络暴力与开合就共享着这一权利逻辑。施暴者通过道德审判、舆论围剿、污名化等手段，将受害者的 ID、头像、发言记录等定义为异类或罪人。施暴者及其发动的暴民在网络空间内对选定的罪人进行公开的仪式性的处决，使其承受量级碾压式的攻击、删号、退网，以达成其在网络空间内的社会性消亡。施暴者则从中获取群体归属的纯洁感，并享受作为审判官的权力幻觉。开合则是网络暴力的极端化与升维。施暴者利用社工库等渠道和技术手段，获得受害者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家庭地址、工作单位、亲友联系方式等现实身份信息，并将其公之于众。他们掌握着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即我知道你的一切，而你却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攻击范围从线上无限扩展到线下，从受害者个人蔓延至其整个社会关系网，通过骚扰电话、恶意快递、人身威胁，迫使其失业、搬迁、精神崩溃，最终实现对受害者现实社会存在的彻底摧毁。这种降维打击将虚拟世界的冲突强行拉入了受害者无法逃避的物理世界，将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的罪行铆定在其现实世界的肉身上，执行着数字时代的流放私刑。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的恶，更是一场系统性失序。当下的网络空间是一片规则尚在混沌中孕育的数字荒原，在这里，现实中的行为约束机制暂时失效，公共权威尚未确立，混乱与暴力因此显得如此轻易。但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从混战中建立规则的历史。想象一下，在一场没有规则的混战中，最初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出手，大家打得畅快淋漓，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当你轻易伤害别人的时候，你也正被无数双来自暗处的手轻易的伤害。没有人能成为绝对的赢家，所有人都成为了潜在的受害者。胜利和安全的代价将变得无比高昂，每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下。于是，在精疲力尽和遍体鳞伤之后，所有人才会被迫达成一个最朴素的共识，即必须设立一套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游戏才能继续。从街头私刑到法庭审判，人类几千年来正是这样一步步从巨大的共同痛苦中逼出了理性、合作与文明。因此，当下一场网络狂欢再起，你再度拥有审判的权利，在你按下发送键前，请你一定要记得，你首先是一个活在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网络账号。你所将要批判的也是另外一个活在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文明的网络环境不会凭空而来，它诞生于我们每一次克制的评论，每一次理性的转发，每一次将屏幕那头的 ID 视为一个存在于真实社会关系的真实的人的微小瞬间。不要让你在数字世界的放纵玷污了你作为现实社会一份子的人的尊严。